小花，一会儿你卷它，你说你们家厨师是不是没吃过辣椒？那个麻辣的又麻又辣哟。啊，没得事的，我可以。后背开始冒汗，这是重庆。吃着吃着吃着，你嘴就失去知觉了，像个熊猫一样，还行。老天对我太不公平，我天天坐索道过江，居然从来没有看见过你。也许是我太关注这个城市的风景，谁叫我是个 UP 呢？哦，我叫丙叔，叫我 Uncle 派好了。每当我从这个角度看这个城市的时候，我就强烈的感觉到，城市是口大锅，而我们是飘在锅面上的毛肚。丙叔，这片头还改不？画质挺好的。哎，这什么电视啊？小米新出的 S Pro 2026。我问的是内容还改不？虽然有点搞笑，但是挺有意思的。整个片头有一种片子要开始的感觉。那咋说？继续。来了，开机，开了吗？是咱了吧？这不得是？是吧？啊，这深更半夜挂田里下的，这能不是咱的？他为什么还不端上？哎，来了，装作不在意的样子。哎，果然是我的。这么镂空了吧？对，因为我们的这个口有架子，让你放在下面的。哦呦，我们那个面也在里面了吗？啊？我们的面也在里面了吗？面还没有，它这里单独的加在里面。哦，好了，把那个面拿过来吧，把那个面先拿过来吧。好，哦，好像是挺炸裂的啊。哎呦，你看，有一种千军万马的感觉，全是调料。对，嘿嘿。这刚才这个娘娘不让我点，我本来要点一个重庆这个麻辣的啊，对，娘娘不让点，娘娘说你别点了浪费，点了你就吃不了，浪费了，就只能点香辣，还得是微辣，啊，香辣了微辣啊，所以就，哦，面跟苕皮在一起了，哎呦，好家伙，哎呦，这太棒了，这太棒了！好，但这么放着不会糗了吧？不会坨了吧？不会。不会 ，OK， 好。对，都过了油了。你放在旁边，它不会坨了。吃一口啊，同志们啊，终于到了重庆了啊！哎呦，这口，哎呦这口，又麻又辣。这沿着这长江一路往下走，过了宜宾就到重庆。
在这儿长江跟嘉陵江汇合，形成了叫两江四岸的独特夜景。所以我们老说重庆特别的这个魔幻啊，这重庆有重庆的魅力。大晚上呢，吃烤鱼。在这伸手不见六指的夜晚，吃这么一份烤鱼，满满的都是调料，还有这个香辣爽，你根本看不见鱼，一筷子杵下去，好家伙，哎，看见鱼了，来一块啊！哦，对，今儿大家都辛苦了啊，来看一看，啊，我替你们尝一尝。哦，快烫舌头了，感觉遭报应。不，因为我点的这个烤鱼啊，是他们家的叫江团，所以这个肉很嫩。然后刚才吃的时候，它下面还咕嘟着呢，所以这个舌头尖就被烫了一下。然后这个，我觉得在重庆真的就是我拍长江吃饭过程特盼着来重庆，你知道吗？就到了重庆之后，你在这吃饭。是一个需要调动你五官的事儿，你知道吗？就是，你看它这满满的这个芝麻呀，这个辣椒啊，还有这个黄豆啊这些的，入口的时候它香气马上在口腔上就出来了，然后你再吃的时候，这个麻和辣又窜起来了。走到这儿，心里都挺澎湃了啊！想想咱们今年啊刚开始的时候，在格尔木能吃上这，得吃点素吧，就要不然上火。老板，来个手抓羊排吧，行，再来个葱爆羊肉，再来个腊肉香肠，来个蒜泥白肉、鱼香肉丝，来个盐煎肉。盐煎肉吗？小炒肉都要。真的就是这长江啊。从青海流下来，过了云南，到四川，然后又到重庆，到这边就形成了啊，叫独特的叫啥？叫巴蜀文化。这巴蜀文化啥意思啊？这个蜀就是四川，其实巴主要就是以重庆为中心啊。所以这两边，巴蜀，虽然说话听着就咱外地人听着差不多。但其实这两地的人呢，吃饭的这个风格，还有这个平时这个性格的特点，还是有一些差异的。简单说来，就是四川呢，因为这个土地肥沃呀，然后这个比较富足啊，所以大家比较温婉，然后呢，重庆这边呢，就是巴这边呢，因为它这个主要是这个山地啊，然后这个码头文化呀。叫峡地，就是三峡这个峡地这一块，所以大家呢相对来说比较彪悍。在重庆吃饭，现在啊，前2年没有啊，这2年，这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你看这2年很多饭店的这个墙上都贴着说，娘娘只是说话声音大，并没有凶你。然后这是这边的一大特色。先来点蛋炒饭。来了重庆啊，吃碳水，它得讲究一个节奏。蛋炒饭打底，这一会儿吃到一半之后，再把面条往里那么一下，这简直就是夏天里的一首小夜曲。我现在后背已经塌透了，要不是因为我穿的是我们小冰皮，那衣服就在粘我身上了，了不了。现在我跟小花的位置关系就是，我坐在这边人间清醒，小花坐在我对面难得糊涂。小花，你一会儿记得吃口豆腐，这个豆腐贼牛逼。我再替你吃一口。哇哦！
胖舌头。哇，这鱼也太爽了，下这个就让我想起大盘鸡来了。哎呀，这是一份方便面加一份苕皮啊！哇，这完了之后再这么一拌，哎呦我去啊，这个太带劲了！而且你知道吗？就重庆这边这个潮热呀，潮热之后你一吃这个之后，你就频频的出汗，然后超爽。哎，这个面给你看看，哇，这太香了！就是这个辣，它虽然辣，但是这个香给你带来的快乐，完全可以抵御辣给你带来的痛苦。虽然很罪恶，但真的很爽。这个苕皮跟这个面饼一比，这就是弟弟了。哇！大明，我现在舌头已经全麻了，但是真的爽。来重庆就得吃这个，同志们，哇！太幸福了。这次来重庆，咱们拍吃饭故事。上来咱们得先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啥呢？这地方单名一个中字，叫中县。吃完这一口啊，我们要去中县那边的叫杨渡渡口。咱们从一个码头和一个渡口开始讲起。那边早上起来天还没亮，老爷老奶奶就开始准备登船了。我们在重庆市区啊，吃完这一口，我们呢，就开着车就往那边走了，大概走2个半到3个小时就能到。对，小花现在已经开始咂巴嘴了，要不我先给你盛一份吧。我跟你们说，就这会儿吃到这个鱼的时候，我基本上就已经是机械动作了，然后就。全麻，吃完这口啊，马上出发。中县，中县位于重庆市中部，地处三峡库区腹心地带。县区内一眼望去，周围山群起伏，溪河交错。早在周朝，这里便是8国疆域；到了秦朝，则隶属8郡。这里的人自古性格耿直，以忠烈著称，所以唐朝的时候，这里就改名为中州。到了1913年，废除中州，改成中县。在杨渡七口跳头下线，相关的传播加强联系。所以重庆的故事，咱们得从中县开始讲。今天是2025年8月31日，现在是早上6点36分。我们呢是坐着这个船呀，从杨渡渡口出发，奔着中县县城去。你现在两边看的这个山和这个水，这就是咱们国家巴蜀这个巴文化的发源地。你要往前数3000多年前以前啊，就是这里的先民从这儿开始，他们就开始有造盐了。在长江三峡工程啊，就是三峡水利工程修建之前，水位是远比这里要低的。所以，如果在那个时候来看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在
更往下的水面上，然后这两边就是高高的山崖跟群山。所以，当我们提到巴蜀文化的时候，巴文化跟蜀文化最大的差异就是，这里的农业环境会更险峻啊，然后呢，土地呢可能会更贫瘠，然后这里的生存环境会更恶劣一些。现在呢，我们坐的这艘船是这片流域啊目前唯一的一艘渡客船了。每天早上起来坐这艘船出来的呢，其实就是沿江的各个村的一些老人，他们每天早上起来会背着菜出来，坐船到中县县城，然后去卖菜。往后退，往后退。跳啊跳啊，我跳嘛跳嘛。过去弄走啊，要是啥事儿，人家买个杯子都行了，哪儿来接？老人我们你做都来。今天呢比较特别，是因为马上要开学了，所以呢还会有很多的学生啊，然后他们一起。当然，这个坐这个船不是免费的啊，一张船票是12块钱。下午几点回来？下午2点半。然后来这儿，这个每天早上坐船卖菜的老人呢，在船上可以得到一份免费的早餐，是这个船的运营者来提供的。今天咱们就感受一下啊，这跟着当地的老爷爷老奶奶他们背着菜篓啊，我们到县城去看看这个坐船的这一溜的感觉是什么样的。要停靠码头的同学们，咱们富阳雁江山。有机会也欢迎屏幕前的你们来到咱们这样一个水上客船的现场，亲自来坐船体验打卡，也可以来吃上咱们这样的一份爱心的早餐，好不好，朋友们？把鲁鲁的让出来哟！你们天天坐着船去卖菜啊？有菜就去卖，没菜就不卖。哦，哪有天天就？原来也是坐这个船吗？啊，过去也坐这个船？原来7点、7点半、8点、9点。哦，原来船多。哎，哦。现在只有2个。哦，现在就这一个了。这老板我看还直播呢。那吃好吃吧？我说那个老板还直播呢，你知道自己直播的时候是什么样吗？直播时候好啊。啊，你们看直播吗？啊，我们没有那个。啊，你们不看直播？我们没有那个。你们没有那个？都是老人机。老人机都没有那个。连老年手机都没有。都没有。哦。我看好多人来拍呀，好多人直播。上海呀，河南啊，青海呀，浙江啊，广东啊都有。哦。你们是要搞采访啊？你说什么？你们是搞采访啊？对，我们搞采访的，对。肯定是搞采访的。感觉是搞采访的。啊，你咋感觉出来了？啊。这多少钱一斤？啊，2块、3块。哦，这怎么吃啊？这个？哦，摇板子。哦，洋葱，这。摇板子，我现在炒2吃8。我现在炒的不是。哦。这芋头多少钱一斤？贵多少钱一斤？芋头5块。哦。我也跑4块。人一天能卖多少钱？一天卖多少钱？多少钱呢？啊，一天能卖多少钱？我也不炒粉噻。啊！他问你卖到好多钱？一天是好多钱？几十块钱、50块钱嘛，7、8块钱。那小花，你现在能当翻译了？对，我还得我那个船，我还得看着焦点。你看不看了吧？反正是效果差不多。那不行啊，那我改成自动对焦吧。啥意思？有没有人买米？有没有人买米啊？
我们这不是直播，这没人下单啊。我们没得直播的，没得人在我们这儿买，我们只是拍。我不晓得高头直播有没有人买米，我一会儿帮你问下嘛。他说直播有没有人买米，我说一会儿帮他问一下。哎，看来这全都是背着自家菜、自己家的米、自己家的鸡鸭来卖的。早上起来6点多上船，到岸8点半，啊，完了呢卖到下午，下午之后呢再上船再回来，一天就过去了。所以在早上这一阵喧嚣之后啊，到中午他们把菜卖完，下午老爷老奶回来就继续上船又回去了，这一天就结束了。这就是长江边当地人普通的这么一天啊。其实现在我们会看到有一些现代元素的是啥呢？就是在船上还有在码头会有很多人来直播，而这样的这个直播呢，其实也带动了当地的文旅啊，这个也让更多的人关注到这里。我们今天这一路呢，其实有一个事儿让我印象特别深。啊，就是这个老奶奶说从来没有看过自己在直播里的样子，为啥呢？因为他们用的都是老年机，所以呢，我们就想着这个干点不一样的事儿，所以我们就跟小米一起啊，弄来了他们现在最高端的一款电视产品，叫小米 S Pro 2026，而且它的画质也非常清晰，放在户外环境下也不泛白啊，我们就直接给它摆船上。这样呢，今天啊，这老爷老奶奶回来的时候，他们一上船就能看见自己在直播里的这个镜头里的样子了。而且这平时呢，还能给他们弄点什么新闻啊、电影啊、各种节目啊，这看一看，啊，也是丰富了这2个小时这样穿梭的这种生活。我去，这个电视是不一样啊！你看这个色彩啊，看这个皮肤，你看就脸上这纹儿，这纹儿都这么清晰。哎呀，它还可以识别咱们当地的方言。小花，你试试。小爱同学，我在。明天重庆的天气啷个样？重庆明天小雨，出门记得带伞。哎，你站这来。我站那儿。你往这站。你看这多清晰。清晰。啊。对，这电视就放船上了，要得呀！万一路上两个就放到别外去，哪个时候嘛？这个在后面来了，人这些坐在前面要往前头看。啊！你要看前头前头，应该放到前面去。前头不行。哪个那个坐这个翻过了嘛？莫拉了。真的都拉了。慢点啊，拜拜。
什么时候开始弄这船的？2013年就开始弄这个船了。哦，家里孩子、老人没人管嘛，就为了不想让孩子成为留守孩子。那个时候我们跟一哥是一个村的人嘛，也认识哈，就两家合伙就把船买了。你在那边下，你俩不在那边下，慢点。去剃头吧，好。那这个早饭咋？我看他们说是免费发。对，早饭免费的。最开始是我们两家合伙给父老乡亲们提供，后面就是直播了，好多网友他们自愿的来帮我们分担，然后他们提供的，就是网友打赏呗。哎，对。明白。所以你们这儿就是12块钱票，然后去的时候吃顿早饭。对。12块是起点站到终点站，还有这里到那个地方有4块的，有5块的，有8块的，有10块的。最多了最多12块。明白了，就都是去卖菜的吗？都是卖菜的多，因为卖菜嘛，他一个拿去卖又好卖，多少能赚收入一点，就是对于老年人来说，50、60、70、80他都觉得可以，是吧？因为好多年轻人在外打工，他都也挣不了多少钱，他就为了给自己家的孩子子女减轻负担嘛，挣几十块钱，自己的生活费米啊油就有了嘛，他就不用问自己孩子要了。他总觉得自己的孩子在外也不容易，都是勤劳的人，在家里面从来不会说在家里面玩，就是在家里面，哪怕在家里面他都要干活的那一种。我去下船了吗？顺道走嘛，走那边好走些，慢回去哈，拜拜，慢点。跟一天船啊，这下来，说吃一个这边的特色，叫格格啊，就在这家店，我们就来试试。你家哪个格好吃？什么？这个你家哪个好吃？羊肉也好吃，这2个要清淡一点，羊肉要辣一点。来个羊肉格格。你们家肥肠格格比较清淡是吗？肥肠也可以。来个肥肠格格。好。哎呀，再来个啥？再来个椒麻腰花吧。椒麻腰花吧。对。他们家米饭还是相当粗犷的，拿盆装。哎呀，这个先尝尝这腰花啊，这腰花咱赶火候吃。这腰花吃的脆麻，可以，好吃。这入口啊，没有，这火候刚刚好。没腥臊味儿，好吃。这就是当地的格格啊，它是格格，就是拿这个小蒸笼屉蒸的肉，像他俩蒸的已经亲妈都认不出来了。但我盲猜这个是羊肉，因为这上面撒香菜了，是不是啊？它这样就跟粉蒸肉有点像。这个够味儿啊，又呛又辣。这是羊肉了，它是肉蒸的吧？入口你嚼起来还是非常的嫩的，但它外面挂的这个糊啊，挂着糊之后，蘸的满满的辣椒跟那个麻椒，入口吃着就特别刺激，辣麻咸爽。哇，这比粉蒸肉可刺激多了。吃口腰花缓缓。你看这个腰花啊，你上来过几分钟再吃，它就差那意思了，就跟青春一样，不知不觉的它就
它就没了。尝尝这个啊，这是肥肠。啊，你看这个，你看它这个肥肠切的就很写意。你看这是啊，这足足的这个麻椒面，哎呦。刚才老板说，这个肥肠稍微淡一点，我的理解啊，就是没羊肉这么辣，但这个麻劲儿也是很足的。就是原来啊，就说这个中线和万县都是四川的，后来啊，这个修了三峡，然后呢，这个又重庆成直辖市，把他们划给重庆了，所以他们这饮食习惯，你按照这个当地的说法是非常具有重庆的习惯。这啥意思呢？就是说它这个用料特猛，它不会像是这个我们在成都啊或者那边吃饭，比如说像这个蒜泥白肉那样的，它这个味道很中和，很平均，它没有啊。它这边是这个呛辣感是十足的，这个麻劲儿也是十足的。哎，3秒。哇，其实像我们今天在的这个中线，它叫流城，因为当年啊，咱们建这个三峡水利工程的时候，他们所处的位置就是腹地这一块，所以呢，当时的很多的这个村庄啊，都因为这个修建这个水库，那就都淹掉了。所以当地很多人呢就配合咱们的工作，然后就迁徙到了其他的地方。也有一些人呢在这个高处留了下来，然后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在别处啊搬过来的。所以很多人对当时的这个修建三峡的这些故事都没有什么记忆了。但是当年修建这个三峡水利工程的时候，当地人其实是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反正原先中线这是老城一个，啊，我们现在是现开发的。这个顺子是一个坡，啊，是一个庄稼，是一个地。原先是红星，我们是做蔬菜的，现在修起来嘛，我们的经济都好了呀。对，没有修之前经济很困难的。啊，就是这样。开发了有20几年了。20几年。哎，20几年。啊，那会儿当地的这个人都搬迁到哪里去了？当地的不是我们本县城的搬的没有，是村乡里面搬到河南，还有第一批是新疆，第二还有合川都有的。哦，都有。然后在当年搬迁走的有联系的吗？搬迁走的联系的呀，但是中国那个年轻一点的。在我那点登差那个，那是我的侄媳妇，她都是搬迁到河南的。哦，她搬到河南了。她都是搬到河南的，后来又嫁回来了。又嫁回来了。哦，明白了。对。三峡水利工程的修建，为我国长江防洪、发电、航运等各个方面都带来了巨大改变，影响深远。单从中线来说，过去这里河西纵横，村镇之间被河道切得七零八落，经济很难有效组织。三峡水利工程修建之后，库区水位上涨，县区的物流效率极大提升。新建的新生港成为长江上游首个10000吨级港口，实现了重庆到世界的江海之大。中线特产的柑橘可以今天摘，第2天就出海走向世界。当地的经济好了，但当年库区的村民做出了巨大贡献。就像我们今天见到的老爷爷老奶奶，他们勤劳善良，性格开朗又很温厚，似乎和传说中的8人血性并无关联。真的是这样吗？回到重庆，我们在这里的川剧院找到了不一样的答案。跟大家说个冷知识啊，这四川外国语大学，我们学外语的都叫川外，它其实是在重庆的。然后在重庆啊，他们也有自己的这个戏剧院啊，它叫川剧院啊。这个时候呢，我估计成都啊、四川小伙伴该不乐意了。为啥在重庆它叫川剧啊、川外？其实呢，在过去啊，这个四川跟重庆是不分家的，川渝不分家啊。但后来呢，这重庆成立了直辖市。但是啊，即便是不分家的时候，其实川渝之间的特色差异会非常明显。比如说过去我们说你俩人要吵架，马路上，你对面人要是个重庆人的话，他可能就撸袖子了。
但要是对面要是个成都人的话，他就会一直在那念叨：“你做啥子哟？”对吧？他不会撸袖子。那为啥呢？这不是说这个孰优孰劣啊，没有拉踩，只是它这个非常明显的地域差异。在我看来，它其实是跟环境有很大关系的。你在成都的人，对吧？那边有都江堰，那这个天府之国。你在重庆的话，这是住在山里了啊，这是码头文化。那过去都说少不入川，没说少不入渝吧，对吧？这个地域环境不同啊，带来的这个川渝两边的人，其实在性格上虽然口音上很像啊，但是性格上截然不同。所以在这边的川剧院也非常有重庆自己的文化特征。我们进去看一看。这个场面的话，就是皇帝出场时的一个配置。就是这2件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之一，因为它上面的金线全部都是由真的黄金，然后裹在棉线上面一针一线刺绣而成的，所以它不仅是一件戏服、一件蟒袍，它也是刺绣中的精品制作。这边是川剧的脸谱。首先，川剧的脸谱，您说和京剧相比的话，可能它色彩的话，对比度、明暗的关系可能要强烈一些，包括它的设计上面的这些图案可能要具象化一些。我们的设计还是比较复杂、比较繁复的。这是秦始皇。对，这是秦始皇的脸谱。首先，它用到的颜色就是金色，一般是神佛、妖怪才会用到金银二色。包括上面的图案都很具象设计的，比如说它的书和笔，就是它统一了文字嘛。然后这边是兵器，好，然后它笔翼上有钱币，都把它所有的功绩相当于记录在这个脸谱上面，非常的具象化。哦，就都画脸上了。对对对。上眼皮越贴近越好，因为害怕一会儿画到你眼睛里面去。别弄多了，弄多。然后还中国跟着一起来吧，就是这样，对，上眼皮跟下眼皮这样，像个熊猫一样。还行，还行。别太紧了，紧了过后好。我来体验一下，就是川剧的《霸王别姬》里的项羽的这个画脸。感觉脑壳有点大呀。哎，这个耙耳朵，这是。第一个亮相，自我式，对，亮在了相。然后第二个，咱们胡子往下捋到最底端，然后把它撕开了，亮个相，眼睛瞪大，然后胡子一扔，然后左手一捋到你腰间这儿，然后把手往上撑，手指头给劲儿，对，就能透的感觉。好，咱收，胡子一扔就收，就亮相就收了。像不像一部情厉害哦，这太厉害了。这是我们平常练功，然后戏里面需要用到的一些技巧。您是几岁开始学戏？12，小学毕业就去了艺校学习。对，不是以前真不大了解。对，变脸吐火就知道两个。对，就变脸，对。其实变脸吐火也是我们川剧中的一种绝活叫。我们是技术技法服务于戏，我们是会根据剧情和根据剧情需要才会有这种技艺的展示。这个片段我就给您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白蛇传》里面的一个剧情，就是小青，因为我们是由男性扮演的，他其实他是爱
白蛇，然后爱而不得，才甘愿为奴为婢。这上面是许仙，中间是法海，然后他就为了去救他的那个许仙，然后这个变脸的这个是法海的一个法器，叫饶帛。然后我们用那种虚拟的形态来人物化了然后这是我们的技巧，就是在它那个帛的那个光的光照的时候在变脸对，这是我们属于我们川剧独有的一个托举变脸，都是融入到了我们的剧情里边然后我们就会做一些与蛇有关的那个动作，看我们的托举那边的，做一些比较有高难度的那个托举的动作。这真的很形象这明白了。其实它是符合融入这个剧情，让这个剧情看着更精彩。其实原来我们说川剧变脸的时候他老是关注在啪啪啪啪变上，但是真的是没有关注过这个变脸应用在他们川剧中的哪些桥段里。但你看《青蛇》这部剧里面，它这个变脸其实表达的是法海这个法器的这个光唰唰唰唰的这个变化，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这真的是表现了我们川剧这种创作这种灵活性。我们今天特意带了专业装备小米 S Pro 2026用来播放视频，而且你说这小米这电视你看它这个边框非常的窄，所以你看它的时候，这个整个画面的沉浸感会非常强。然后呢，它的这个刷新率又很高，所以整个这个动作画面看着就非常连贯。然后这个色彩也是红、蓝、黄这种色彩看着很鲜明。而音响就更不用说了那是高音甜，中音准，低音沉，总之就是一句话，通透。那现在我们看川剧，在重庆有川剧院，四川有川剧院，甚至在台湾省还有川剧院。那这个川剧在不同的地方的发展，会有呈现出各个地方不同的特色吗？当然，重庆这个地方，因为它还有那个就是陪都文化，所以它这个剧种呢，就是可能在四川那边呢，它的乡土气要更重一点，然后我们这边呢，都市性要强一点，就是城市化进程的要强化一点。但是大体是一样的，唱法其实也比较相同。它只是说我们这个川剧它锣鼓的打法、帮腔的帮法，它是有几条河道的这种风格，但是总体大体都是相近。为什么叫河道的风格？它有唱胡琴戏的，有唱弹戏的，它有唱高腔的，然后它是几个河道，跟地域划分是有关系。这个我们也看到咱们川剧院改编的《红颜》也取得了特别大的成就。那在改编这《红颜》的时候，咱们的创作思路大概是什么样的？因为江姐这个戏是我师父的代表作，晋华先生的代表作，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戏还是有传承的这种意义在里边。好，再加上呢，它是一个重庆发生的故事，它跟重庆女性的个性特征、执着就很有关，所以我就想做这个戏。在您作为川剧这个艺术家来创作的过程中，在您的眼里，您觉得重庆人的特点是什么样的？坚持，这种韧性，其实说句实话是女性的这种，就是重庆女性的这种特点。它就有那个麻辣的东西，它不是那种麻辣，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它是属情绪中的这种麻和辣的这种刺激神经。情绪里的麻辣那是。OK， 好的。重庆人血性里的麻和辣，或许我们今天只能在娘娘的大嗓门里找到一丝痕迹。但是如果我们按照迎难而上这4个字往回去看历史，大概就会找到不一样的答案。抗日战争期间，从1938年2月开始，日军便对重庆实施了长达6年10个月之久的无差别战略轰炸，企图以炸破降。1941年6月5日，丧心病狂的日军更是启动了长达5个小时的夜间空袭，投下了爆炸弹82枚、燃烧弹13枚，造成数千民众死亡。这就是震惊中外的65大隧道惨案。而在空袭的第2天，重庆市民就在轰炸之后的断壁残垣上
给空袭的日军写下了4个大字：愈炸愈强。时至今日，不屈的重庆市市区内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20个，其中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就有12个。这就是麻与辣的血性之下，重庆人的忠烈。尝尝这辣子鸡，哎，算了，先尝尝鳝鱼吧。啊，小号这一招剑走偏锋，鳝鱼炒点老，炒老了，不嫩，感觉这鳝鱼40多岁了，跟我似的。咱尝尝鸡吧。哎呀，好家伙！好吃，要是吃这鸡就跟蒸桑拿一样。哦，这个辣子鸡啊，我2007年、2008年就来吃过。啊，那会儿应该没现在这么贵。我记得那会儿啊是活鸡来着，那现在你看它都是处理好的鸡了。然后剁，然后就炒了，但是麻和辣还是那个味儿哇。他们家如果带油啊，就是你如果打包，他家说炒完了可以打包外带，如果外带的话一定要带着油，这个油太精髓了啊！如果干吃的话，它只是这个就是香啊，但是你要是带着这个油太爽了，舌头全麻了啊！出汗了。我跟你讲，吃这个辣子鸡啊，它有不同的形态。你吃上面的，你看这种的，你吃上面这种的，这是焦溜的啊，入口之后是咯吱的，吃的是个油香。这个吃起来也不是很麻，也不是很辣，但是呢，你吃完这一口呢，你觉得你吃着了，但又没全吃着，就好像是他回你微信了，但又没有全回，所以你就想再吃一口。再吃一口的时候，你就往中间吧，中间这些的时候，你看就逐渐入味了，哎。体现出麻辣的味道了。这个时候就得注意啊，不能冒劲。为啥呢？它里面有骨头，容易卡着嗓子，带沉稳。见机行事，见招拆招，叫胆大心细。就这，有点开始杂嘛了。你在这吃到这个味道，它又开始变烫，然后舌尖上的痛感开始出现，后背开始冒汗，还会出现嗓子说不出话来，心跳加速。完了之后，你再深入到底下这个由它那里，你捞出那么一块来。啊，泡的油光锃亮的，你这么一吃它的时候，它就已经不焦了，不酥了，它软，偶尔还带个脆骨，这叫惊喜。肉里面没准还埋着个花椒，这是重庆。吃着吃着吃着，你嘴就失去知觉了。这就是辣子鸡。这个鸡吃起来，它就像弗利萨一样，它有3种形态，但是吃到最后。这像极了爱情，
那我们长江吃完故事一路吃下来，你要说最辣，那后面我估计安徽、江西这些的也差不多。然后你要说最麻，那绝对是这边的。哇，太厉害了！但其实我这两天我就在想啊，你说就吃这个麻或者吃这个辣，你又是普通的小孩，你刚出生下来小孩，你一吃这他肯定是哭的。就正常人一生下来不会有能吃这个东西，但是呢，你在这个环境里，又造就了你就不得不接受这些东西，然后形成你自己这种独特的饮食习惯。所以其实走到这儿就会特别感慨，就我觉得我们特别荣幸，在这个时代能有这个机会，我们把很多这样的普通人的故事就这样记录下来。其实就像那天，其实就像我们问这个在船上那些老爷爷老奶奶一样，我说你们知道自己在直播里什么样子？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在直播里是什么样子。就是其实，当我们把镜头聚焦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会发现，啊，原来这才是普通人，这才是地地道道的重庆人的故事。所以，其实走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拍完重庆这个故事，让我们内心会更加坚定啊，我们会坚持的把这个故事拍完，对吧？坚持讲咱中国咱们普通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啊，这也是我们的初心嘛。我要这太带劲儿啊！我后脖梗子已经湿了。它不是那种辣，它有那个麻，你知道吗？就后背发汗，你知道吗？你吃这个麻辣这个味儿，你想这重庆这过往，就是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就是你让我啊搬迁可以，但你要是想这个外敌要想来抢我的地盘，那肯定不行。就这种血性啊，包括这种忍耐，哦，真的是太厉害了。我真的建议啊，就是来重庆，只看它的这种魔幻，我觉得那是一方面。吃麻吃辣也是一方面，你在这看这些娘娘这样吼来吼去还是一方面。有时间去看看那些纪念馆啊，去看那些烈士陵园，又是一方面。这些方面都综合起来，这才是重庆。这是一个迎难而上，有麻有辣，热血沸腾，不屈的重庆。哎，我觉得吃这个，你知道，就像那个啥吧。你上学的时候，小王，你上学的时候爱做数学题吗？我爱做啊。就是做那种特别难的数学题。那也爱做啊。对，就跟吃这个似的，抽丝剥茧，虚虚溜溜的，写了3张草稿纸，到最后发现没做出来。这就是我吃这个鸡的心得。吃完这一口，咱下一口就去哪了？去湖北，是去哪来着？荆州是吧？下一口就是荆州了。那大意是荆州，跟这个麻辣可能就不一样了。来，替二爷喝一口。好，拜拜。那天我们走后，不少老人问芳姐，他们还能不能再看看当时我们拍下的画面？所以我们也专门为他们剪辑了一段视频，可以随时在船上播放。芳姐说，他们收到了政府补贴，11月份就会换一艘崭新的大船，而这台小米电视会随着他们一起搬上大船，日后成为陪伴背篓老人的一部分。
时代的巨轮不会放下任何一位老人，无论是开船的一哥方姐，还是当地的中县政府，亦或是科技企业，都会陪伴着他们，一起让生活更美好。